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五花肉爆鸡蛋的好吃做法。大家好，今天在菜市场上买了一条五花肉，咱们今天呢用五花肉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五花肉爆鸡蛋的好吃做法。因为这个猪皮上呀会有很多的这个残留的猪毛，现在咱们用这个喷火枪呢给它燎一燎，把猪毛啊给它燎干净。像五花肉最顶端的这块里脊肉呢，咱们可以给它片下来。片下来以后呢，这块里脊肉啊还是比较嫩的，咱们可以用来炒菜吃留着。像是这个猪皮燎好以后呢，咱们一定要用这个小刀啊给它刮一刮，把上面这些污渍烧黑的烧焦的部位呢给它清理干净。猪皮刮干净以后，现在我们用这个温水或者是清水呢，把这个猪皮啊给它清洗干净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把清洗干净的五花肉呢，猪皮朝上，咱们给它切成小块，切小点块呢，不仅更容易入味儿，而且呀，熟的也更快。再来看一下准备的香料，有八角、几粒冰糖。这是白芷，几片白芷去腥，小茴香、香叶，还有大葱、生姜，一小块桂皮，还有2个干辣椒。接下来咱们锅中放少量的油，再把咱们包好的鸡蛋呀下锅给它煸一下。鸡蛋下锅以后啊，咱们用小火慢慢的煎，把这个鸡蛋的表面呢给它煎得金黄金黄的。咱这鸡蛋呢，多给它煸一会儿，一直啊，将这个鸡蛋的表面煎得像锅里面这样金黄金黄的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这五花肉啊，不用焯水，直接下锅。五花肉下锅以后啊，咱们先不要着急去动它，给它一个定型的时间，煎一下。在煎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们可以顺着锅边啊，给它烹入少许的料酒，挥发一下去腥。大概煎个1-2分钟以后啊，这个五花肉的底部定型以后，咱们再把这个给它翻个面。因为五花肉的油脂啊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啊，咱们给它多煎一会儿，把这个肥油给它煎出来，这样咱们做出来的五花肉爆鸡蛋呀，它才吃着不腻。其实呢，咱们这个五花肉啊，煎的也不用时间太长了，太长的话，煎出太多油的话，咱们这五花肉吃着就不香了。稍微的给它煎下，煎焦黄就可以了，然后把锅里面这个油啊给它盛出来，留着炒菜吃。现在咱们把准备的这些辅料呀全部下锅，加入一点点提前炒好的糖色，放1勺豆瓣酱，再少来一点的老抽。接下来呢，咱们炒一下，把这个调料呀给它炒香，把五花肉呢给它炒至上色。可以呀适当的多炒一会儿，因为咱们放了冰糖，大概把这个冰糖炒化，咱们这个五花肉啊也炒好了，它的香味呢也出来了。大概炒半分钟的样子呢，咱们把这个鸡蛋呀也倒进来，一起炒，大概炒个1分钟左右吧，把这个五花肉和鸡蛋。现在呢，咱们往锅里面呀加一点生抽，蚝油可以适当的少来一点提鲜。这时候咱们往里面加入开水，用开水炖出来的五花肉啊才会瘦而不柴，肥而不腻。如果你用凉水的话，炖出来的五花肉它吃着口感呢会比较的柴，不好吃。淹没五花肉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就给它盖上盖子，然后用中大火吧给它炖40分钟。现在咱们锅里面的这个五花肉啊已经炖了30分钟了。现在咱们往里面加入少量的盐，大家记得啊，这个盐呢咱们切记不要过早放，如果过早放的话呀，咱们这个五花肉呀炖的就不容易软烂，这个盐一定要后放。
现在咱们锅里面这个汤汁还是比较多的，咱们现在呢开大火给它收汁，大概收个10分钟、7、8分钟这样子，给它收浓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五花肉，这个五花肉爆鸡蛋呢，也是我家经常吃的，一周大概可以吃个7、8次，特别的香。特别是里面这个鸡蛋，味道和五花肉一样好吃，特别的入味也。现在呢，咱们锅里面这个五花肉汤汁也收干了，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五花肉爆鸡蛋，就咱们这个五花肉爆鸡蛋这个做法，真的是没得说呀，味道非常的香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，强烈推荐大家也试试这个做法。最后咱们再把锅里面这个灵魂汤汁往上面一浇，咱们这样做的五花肉不仅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而且入口软糯，特别的鲜香好吃。老香了。再来说说这个鸡蛋，妥妥的是和五花肉的味道一样，已经吸足了汤汁，味道特别的香。好了，大家喜欢就回家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咱们平时发面蒸包子、馒头时不要只放酵母和白糖了，今天教大家个快速发面蒸包子的使用方法，天冷天热都适用，发面快速零失败。咱们今天就以1斤面粉的比例来发面，碗中放食盐3克，约1小勺，白糖5克，促进酵母发酵，酵母粉1袋5克。这种酵母粉也是我家经常用的，特别是天冷时，用这个酵母粉发面，比其他的酵母要快1倍，非常的好用。再加入白醋1勺，香油1勺，然后注意我们加温水，30度以下，260毫升。加白醋能让蒸出来的包子更白，而香油呢，可以让我们蒸出来的面食口感细腻，还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搅拌均匀，直接倒进面粉中来和面，搅拌成面絮。面粉搅成絮状后，咱们直接揉成面团。不管是蒸包子、馒头，包子皮呢想要光滑细腻，揉面时大家不要低于2分钟，直到将面团揉光。我们用手指按压不回弹，偏软一点的面团。接下来我们在面团的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面团当中的水分，然后盖上保鲜膜以后，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发面10分钟，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就发满盆了。大家近距离的看一看，里面也都是满满的蜂窝，细腻的组织。其实发面也并不难，主要还是用好点的酵母粉，发面快还均匀。只有把面发好了，咱们蒸包子、馒头它才好吃。面团揉面排气，包子皮擀好以后，咱们就可以来包包子了。我今天包的是小白菜馅的，绿色清淡，营养又鲜美。经常吃肉馅的，不仅皮肤容易出油，而且对身体也有一定的负担，所以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吃些清淡可口的，对身体也是益处多多。包子全部包好后放进蒸屉，需要2次醒发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，冷水上锅蒸20分钟，开水上锅蒸15分钟。蒸好的大包子，大家看看，特别的圆润饱满，而且不塌陷也不回缩。咱们只要发好面，蒸出来的包子也是非常的蓬松柔软，配上鲜美的白菜馅儿，别提多好吃了。再配碗米粥、小咸菜啥的，不比吃大鱼大肉健康多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没事咱们要多吃白菜，今天就用白菜搭配五花肉和大家分享个百吃不腻的好吃做法，不管配馒头、米饭还是大饼都好吃。
现在先把白菜处理下，去掉菜根以后，把白菜一片一片的掰下来，这样咱们在清洗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，洗的也会更加干净。五花肉咱们也洗一下，那么多的五花肉咱们一次也吃不完，咱们切2两左右的五花肉片就可以。切好以后先放在盘中，下面再切半根葱白，1把大蒜切成蒜片，最后再切几片生姜，切好和五花肉放在一起，几颗八角和干辣椒提味增香。现在我们来把白菜撕一下，手撕出来的白菜比直接用刀切的吃着也更香，也更加的有食欲。然后就是剩下来的白菜帮，直接给它片成片，刀口大，菜帮子也更加容易入味。剩下来的白菜心儿，咱们直接给它在菜根处一切4瓣，再撕成小块，这样白菜心儿咱们就处理好了，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和菜叶放在一起，锅中放适量油，油热下入五花肉煸炒一下，因为五花肉当中的油脂是比较丰富的，多煸炒一会儿，炒出猪油。用猪油炖白菜吃着也香。现在我们再把辅料葱姜蒜还有八角下锅，再和五花肉炒一会儿，炒香的同时又能去除猪肉的腥味。接下来我们先把白菜帮下锅，因为菜帮子的质地比较厚，咱们要先炒它，期间咱们可以往里面放一勺盐，提前入个底味，然后再用大火炒，将白菜帮炒至断生。菜帮子断生以后，我们再把白菜叶全部倒进来，因为白菜的水分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们放少量的清水即可。别看这一大锅，咱们炒一会儿就变少了。这会儿喜欢吃粉条的朋友，还可以往里面放一把红薯粉条。调味的话，我们放适量的生抽，少许的蚝油，还有白糖提鲜，然后用大火煮开，转成中火咕嘟1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一锅香喷喷的猪肉白菜炖粉条。平时没事的话，多吃这道菜，不仅养生，而且降脂，吃多了也不会担心会长肉。配米饭、泡大饼、就馒头，别提多香了。妥妥的北方特色菜，百吃不腻。好了，你也赶紧回家做起来吧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现在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趁着桃子便宜，大家一定要试试这个老辈人的传统吃法，作用拿钱都买不到，适合大部分人群。现在我们先把桃子放盆中，用盐水把桃子上的毛清洗下来。像是我们这边的桃子现在是4块钱一斤，我买的是水蜜桃，大家你们都是哪里的？你们那边的桃子都多少钱呀？洗干净的桃子咱们先给它放到盘中，下面我们锅中准备冰糖20克，3颗红枣，还有适量的清水，把锅里面的冰糖给它煮化。冰糖一般和桃子一旦接触以后，就可以中和掉桃子的酸味和涩味，能让桃子的口感吃起来特别的甜。当锅里面的冰糖彻底煮化以后，咱们就可以关火了，给它晾凉备用。接下来咱们处理水蜜桃，直接拿刀子在它中间转着圈的切一刀，切好以后再把桃子往反方向的一转，这样就把果肉轻松的取下来了。这个方法也特别的简单，而且实用。接下来我们将去核后的桃子给它切成小块，因为桃子皮本身的营养价值就很高，而且含有果胶，所以这里咱们就不去皮了。带皮的桃子蒸出来也更营养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
就辛苦大家伸出您发财有福气的手，给我点个小红心吧。您的这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先谢谢大家了。大家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村的一位老中医经常用这个法子吃桃子，很少是直接吃。今年都90岁了，身体倍儿硬了，很少看见他往医院跑，每天晒太阳还下象棋，真的是令人羡慕。切好的桃子放在一个耐高温的容器中，现在我们将锅里面煮好的冰糖红枣水倒进来，淹没桃子的1/3就可以。不够的话，咱们还可以直接加水。现在我们还要在上面放一些枸杞，这样咱们将桃子、红枣还有枸杞用冰糖水上锅简单一蒸就可以。喜欢软一点的口感，咱们蒸30分钟；脆甜口的，咱们蒸20分钟。蒸好后的桃子，咱们用筷子戳一下，轻松的戳透就可以。现在蒸好的桃子散发着很浓郁的果香，而且蒸过的桃子也特别甜，桃子味儿也很浓郁。关键是这个做法的桃子效果好，作用大，不管是果肉还是里面的汤汁都特别的美味。桃子脆甜可口，汤汁甜香又美味。趁着现在桃子便宜，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以后想吃面包不用出去买着吃了。看完今天这个视频，保证你也在家能够做出柔软拉丝的大面包。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有面粉、鸡蛋就能做。首先碗中准备面粉200克，约1碗的量，食盐5克增加面粉的筋性，高活性酵母粉5克，泡打粉3克。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打入5个鸡蛋。面包做出来想要有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，鸡蛋一定要多一些，5个鸡蛋约250克左右，和面粉成正比。接下来再往里面加入白糖5克，喜欢甜味的朋友你可以多放一些，原味面包咱们就放5克就可以。直接下手，用鸡蛋把面粉搅成面絮，不需要放1滴水，抓成面絮之后再揉成面团。揉面的过程大家可能会感觉有些粘手，咱们可以放些食用油，这样揉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粘了。揉成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，像是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多揉一会儿，我大概揉了10分钟。揉成一个像这样比较光滑的面团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把面团给它摊开，双手配合着，在面团的中间给它摊出一个窝窝出来，也方便咱们往里面加入馅料。面包的馅料我放的是红枣丁还有葡萄干2种果脯，这样面包吃起来呢也比较的香甜，咱们可以多放一些。最后再给它收口，把底部封严实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大家准备一个模具，里面放上吸油纸方便脱模，将面包的生坯放里面。我们还可以在顶部放些果脯点缀一下，之后在上面刷少许的食用油，防止水分流失。像是现在天气也比较热，咱们直接把面包的生坯放到锅里面，醒发2倍大。15分钟以后，锅里面的面包生坯体积看起来也变大了，这时候我们在上面给它盖上保鲜膜，防止水滴滴入进去，然后上锅蒸3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大家来看一看，大面包也蒸熟了，咱们看看怎么样。现在闻着就已经很香了，满满的都是面包香，就和咱们外面买的大面包一样，蓬松还柔软。现在咱们切开看看，看看里面怎么样。大家看看，
面包的里面组织也是非常的细腻，而且都是蜂窝，不仅柔软，而且撕着吃也拉丝，入口不仅香甜美味，而且入口即化。家里自己做的面包不仅干净卫生，而且零添加，吃着也放心。做法简单，一看就会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点赞关注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好多朋友在家调饺子馅的时候呀，总是调不出饭店的味道。其实调饺子馅大家也是需要掌握一些小技巧的。今天我就把酒店调饺子馅的秘诀和配方教会大家，保证鲜嫩多汁又好吃。首先，我们调饺子馅时要知道，猪肉不是随便用的，调馅咱们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，肉质紧实又好吃，不仅有肥有瘦，而且肥瘦刚好是3分肥7分瘦，调出来的饺子馅它才好吃。今天咱们就以这500克的肉馅比例来调馅。调馅前，碗中先准备葱姜20克，然后加入食盐10克。下面重点，加入水量为250克，这也是饺子馅鲜嫩多汁的关键。水量一定要足，咱们调出来的饺子馅才会鲜嫩多汁。咱们把葱姜抓碎以后，先给它放在一旁。现在准备配菜8两，我用的是韭苔，也称韭菜毫，不知道大家你们那边都叫什么。给它切成小颗粒，然后放在盘中。为了防止韭苔水分流失，我们往里面加入10克左右的食用油，然后拌匀，这样韭苔的水分就不会流失了，而且颜色翠绿不发黄。接下来咱们开始调馅。肉馅中放生抽40克，酱油的老祖宗老抽10克调色，胡椒粉2克去腥增香，白糖5克，最后再把250克的葱姜水全部倒进来。1斤肉馅料汁水的量在半斤以上。这会儿呢，应该会有好多的朋友问了，水量会不会太多了？而且调出来的饺子馅会稀吗？其实这个大家不用担心，饺子馅好吃的关键就是料汁水，葱姜水占99%，而且葱姜水不仅有去腥增香的效果，而且还能让肉质的口感更加的鲜嫩不柴。只有料汁水足了，肉馅被汁水包裹着，咱们调出来的饺子馅呢，它才会鲜嫩又多汁，口感不腥也不柴。像是在打馅前，咱们一定要先把肉馅充分的抓散，抓散以后更容易把料汁水打进肉馅中。在打馅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最好下手5指分开，朝着一个方向顺时针的搅拌，这样肉馅才会更快的把料汁吸收。也就不到1分钟，大家看看，肉馅就把料汁完全的吸收了，而且也上劲儿了。这么多的料汁水打进肉馅，大家说它能不水嫩吗？这样调好的饺子馅不仅水嫩，而且不腥还不柴。接下来的步骤也是很关键的，给肉馅锁水增香。我们放入葱花15克，豆豉3克，13香提味3克。下面咱们锅中准备1勺菜籽油，放八角3颗，1小把花椒。考虑到一般家庭用的都是菜籽油调馅，所以要提前把油用香料炸香，这样咱们调出来的饺子馅才会馅香味浓。我们一直炸的八角发黑以后，再直接把热油浇在肉馅上，激发出葱花的香味。除了香料油以外，咱们还要放10克的香油，2种浓香型的食用油，在饭店也是这样操作的。充分的把肉馅拌匀，用油来锁住肉馅当中的水分。拌匀之后，大家如果是喜欢吃馄饨、纯肉馅的饺子，咱们这个饺子馅就调制好了。当然，咱们最后一步就是要把配菜全部放进来，再次搅匀，咱们这款好吃的饺子馅就调制好了。
1斤肉馅儿大概可以调制出3斤左右的饺子馅儿，大家可以拿来包饺子、馄饨、包子都非常的适合，不仅馅儿香味美，而且包出来的饺子也是鲜嫩多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是有点长了，但是很详细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丝瓜好吃而且营养高，但好多朋友在家炒出来总是发黑不脆，看着没有食欲。其实我们在家炒丝瓜只要学会一招就够了。接下来大家就看看我是怎么操作的吧。首先把丝瓜去皮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去皮以后，我们把丝瓜对半切开，再切成小块。如果大家嫌费事儿，也可以直接切成滚刀块，不过尽量切的小点块，这样易熟。像是这种丝瓜本身就有黑点了，就是因为不新鲜导致的。不管咱们怎么弄，炒出来都是黑的，但是不影响食用。大家在选购时最好买顶花带刺的新鲜的。像是好多朋友呀，切好的丝瓜放水里面以后，都喜欢放点盐或者白醋啥的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，费半天劲，炒出来还是黑的。我们直接用水泡即可，简单的淘洗干净以后控干水分，咱们给它放到蒸锅里面，开水上锅蒸1分钟即可。现在来准备鸡蛋，当然家里条件好的也可以放4、5个，营养又美味。放少量的胡椒粉去腥，搅拌成蛋液即可。现在锅中油热以后，倒入蛋液，把蛋液炒熟，不用太长时间。鸡蛋定型以后，我们扒拉成小块就可以出锅了。重新起锅，锅里面油热以后，咱们用蒜片炝锅，爆出香味儿。这是咱们蒸好的丝瓜，直接下锅炒，火可以大一点，蒸过的丝瓜几乎断生。咱们随便的炒几下以后，再把鸡蛋下锅，丝瓜和鸡蛋一起炒。这次咱们把丝瓜彻底的炒熟炒香，然后我们在临出锅的时候调味，盐还有鸡精，再次用大火炒匀炒香就可以出锅了。丝瓜炒鸡蛋可以说是一道快手菜，出锅就吃，又香又鲜还营养。丝瓜也是脆脆鲜嫩，吃到嘴里汁水也是特别的足，非常的营养好吃。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同时别忘记点赞、转发、留言、交作业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酒店吃到的红烧肉那么好吃那么香吗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，今天就把最正宗的红烧肉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我们准备2斤五花肉，不然少了还不够解馋的呢。首先大家要知道，红烧肉好吃的前提就是不腥，入口肥而不腻，软软糯糯的才好吃。第一步，咱们可以用喷火枪把猪皮烤一下，因为猪皮腥味比猪肉腥味更浓，而烤过后不仅能够去除猪皮汗腺里面的杂质，更重要的是去腥。之后我们再用钢丝球将猪皮擦干净，把猪肉洗干净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把肉切成块，大家可以切成和我这样大小，一口一块也更解馋，而小点块也可以节省烹饪的时间。下面我们把切好的五花肉放进铁锅，最好是用铁锅，加热快也能更快的把五花肉煎黄，煎出里面的油脂。生煎过的五花肉相比咱们焯水处理去腥的效果也更好，同时还能把肥肉当中的油脂煎出来，达到一个肥而不腻的口感。大家这一步可以多煎一会儿，直到煎的五花肉外面焦黄焦黄的就可以。而锅里面煎出来的猪大油咱们可以盛出来，拿来炒菜吃也特别的香。锅里不用剩太多的油，回头炖煮时还会出油。放香料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和白芷，葱和生姜，再放2个干辣椒。
这里和大家说一下重点，香料的总用量在2到3克，香料你不要放的太多了，不然会掩盖住肉的香味儿，吃不到五花肉的本香味了。炒个1分钟左右，这时候咱们能够闻到浓郁的香味以后，现在加入20克糖色，5克老抽，炒一会儿，炒个1分钟左右，把五花肉炒得完全上色。因为糖色不仅可以起到上色的效果，而且还有一定的去腥增香的效果。我们将五花肉炒得红彤彤的以后，下面大家一定要往里面加入开水，这一步也是红烧肉瘦而不柴的关键。水量的话，淹没五花肉即可。接下来我们再往里面加入2块冰糖，生抽30克，搅拌均匀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，转成中火煮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咱们把里面的葱姜还有香料都挑出去，以免影响口感。这时候再放盐3克，其他的调味料都不用放了。盖上盖子以后，再煮个10分钟左右。40分钟以后，锅里面的红烧肉就熟了，大家看一看有没有食欲。现在闻着就非常的香，我们把汤汁收一收就可以出锅了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样做的红烧肉既好看又好吃，味道一点也不输给饭店做的。主要是这做法太棒了，肥而不腻，入口软糯鲜香，而且不腥也不柴，可以吃到肉的本香味儿。而且自己在家做的红烧肉也实惠，量也大，做一次可以吃个够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同时别忘记点赞、转发、留言、交作业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在面粉里放把红枣，没想到这么好吃，这么香，而且连着吃1周，不管是对老人还是孩子，好处非常的多。下面就把这个简单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碗中准备面粉350克，然后放2克盐提升筋性，再放一袋这样的高活性酵母粉5克，接下来加入白芝麻增香10克，再打入1个鸡蛋，增加营养的同时还能提升口感。小碗里面准备红糖30克，再用160克温水把红糖给它冲泡开，搅拌至里面的红糖彻底的融化。现在把红糖水倒进面粉中，然后搅拌一下，将里面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的同时，给它搅拌成面絮状。最后咱们揉成一个面团儿。由于初步揉好的面团都不是很光滑，所以咱们这时候先盖上盖子，让面团松弛2分钟。2分钟之后，咱们再来揉面。此时的面团不仅揉起来很轻松，而且很快就可以把面团揉光了。面团揉光以后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接下来在面团上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面团中的水分和营养。盖上保鲜膜以后，给它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，发酵它原来的5倍大。30分钟以后，这时候面团也发酵好了，而且里面都是非常丰富细腻的蜂窝，组织也很细腻。这时候咱们给它揉一揉，排一排气，揉成之前的大小。面团排气之后再搓成长条，然后我们用手这样给它揪成相等的面剂子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就辛苦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这里先谢谢大家了。接下来我们把揪好的剂子，也就是生坯，给它团一下，整理好以后给它放进蒸锅，分开摆放。如果剂子太挤的话，可以在边缘刷少许的油，这样就不会相互的粘连了。盖上盖子，醒发10分钟。醒发好的生坯体积变大以后，咱们直接用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以后，锅里面的丑馍就熟了，在我们农村都叫它丑馍。
看着丑，但是吃着香，作用大。由于有红糖、红枣的加入，所以特别是女人吃了非常好。工作劳累、气色不好，晚上睡不着觉的朋友，可以收藏起来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今天花了2块钱买了一把芹菜，咱们搭配2个鸡蛋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酒店非常火的特色招牌菜——芹菜铺鸡蛋的好吃做法。首先，我们将芹菜洗净去根以后，切成3公分左右的小段。切好以后放入盘中，像是咱们切剩下的芹菜叶也不要丢掉，可以拿来蘸酱凉拌，不仅营养美味，而且开胃又降脂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个小碗，打入3到4个鸡蛋，鸡蛋稍微的多一点，咱们吃着也香也解馋。再加入2克盐，咱们提前给鸡蛋入个底子，然后搅拌成蛋液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大把去皮的大蒜，切成小粒。这个做法的芹菜铺鸡蛋呢，炝锅只用大蒜，带着淡淡的蒜香，它吃着才香。接下来我们锅中加入比平时炒菜稍微多一些的食用油，然后把切好的蒜粒下锅炝锅，爆出蒜香味儿。等爆香以后，就可以把芹菜下锅了，炒至断生。因为芹菜本身就很鲜美脆嫩，所以大家不要焯水和上锅蒸，而蒸呢会损失掉芹菜脆嫩的口感，所以这种嫩芹菜用铁锅直接炒才不会流失营养和口感。调味咱们只需要放盐即可，再次炒匀。将芹菜炒至断生以后，再把蛋液直接倒在芹菜上面，最好是平铺，覆盖住每一根芹菜，用鸡蛋包裹住芹菜，慢慢的加热，直到鸡蛋表面定型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来说能让我开心一辈子。这个视频就辛苦大家帮忙点一个吧，谢谢大家了。鸡蛋表面定型以后，这时候咱们再反面，把这一面也煎至定型。时间不要太久了，只要把鸡蛋煎熟炒香，最后炒成小块就可以出锅了。真的是太香了，颜色也非常的漂亮，简单清淡而且营养，满满的芹菜香还夹杂着淡淡的蒜香，看着也特别的有食欲。因为芹菜被鸡蛋包裹着，所以芹菜也是非常鲜美，口感脆嫩清香。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就先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同时别忘记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哦，谢谢大家。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也是才知道，原来在家蒸花卷真的是太简单了，只要学会这个做法就足够了，不仅蓬松柔软细腻，而且又多层，吃着也特香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碗中我们准备普通小麦面粉300克，食盐提升面的筋性3克，然后加入酵母粉3克，白糖3克，促进酵母发酵，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，咱们用160毫升温水来和面，搅拌成面絮。大家在蒸馒头或者蒸花卷的时候，面团可以适当的给它和得软和一些，这样咱们蒸出来的花卷或者是馒头才会柔软又好吃。最后我们揉成面团以后，放到案板上揉面，也可以称为搓面，从一头一手搓一手揉，这样来回的交替，反复的把面给它搓匀。因为我们今天采用的是后发面法，所以大家这一步呢可以反复的多揉搓一会儿，2到3分钟左右，这样既能让面和酵母均匀的融合后，利于发面的速度，又能让蒸出来的花卷口感细腻又好吃。最后咱们大家揉成一个光滑细腻的面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下面我们直接把面团给它擀成面皮，面皮的厚度控制在半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
面皮擀好以后，下面在面皮上撒一些13香，增加花卷的香味，同时呢还能提升口感，一举两得。最后在上面均匀的薄薄的刷上一层食用油，蒸花卷油不要太多了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最后我们将面皮先从下面往上对折，然后再把上面往下对折，这样一叠三折，叠成一个长方形的形状。接下来我们再切成2指宽、2厘米左右的小长方形，一个小长方形也就是一个剂子。剂子全部切好以后，咱们就可以来做花卷的生坯了，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将2个长方形给它叠加在一起，再捏住2头，轻轻的拉长一些，拿一根筷子放在中间，双手配合着旋转一圈以后，我们再垂直的压下去，这样一个花卷的生坯就出来了，花卷的纹路也出来了，看着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一压一卷，一个花卷的造型就出来了。最后我们将花卷全部做好以后放进蒸锅，醒发它原来的2倍大即可。20分钟以后，锅里面的花卷生坯也发酵好了，明显是开花了。接下来我们盖上盖子，上气儿，计时蒸15分钟。时间到后，先把锅盖给它透个气儿，焖2分钟，再接锅，这样可以防止花卷出现塌陷、回缩、不出词儿的情况。这个做法的花卷大家也看到了，五花八层的，花卷的层次也是没得说。而且由于我们并没有提前发面，但是也并没有影响到花卷的发酵，所以蒸出来的花卷也是非常的蓬松有层次，还夹杂着淡淡的清香。这样的花卷咱们不配菜都能吃2个，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，还特别的省事儿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同时别忘记点赞、转发、留言哦，谢谢大家。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